现在看来，俄乌战争的最大贡献应该是让美国自己重伤了美元霸权。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国根本想不到自己挑起和延续的俄乌战争最终却会打垮美元。俄乌战争开打后，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抢劫式制裁行动，让包括欧盟不少政客和国家都看到了美国和美元的可怕。美国策划的没收和扣押俄罗斯资产的举动过后，世界其他国家都意识到了美国和美元的巨大威胁，开始考虑以本国货币和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交易的决算货币。弃美元和减少对美投资运动已经拉开了大幕，尤其是中俄的贸易，中东对世界多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中国与中东、巴西、金砖国家等等多国的贸易，全面开启弃用美元的大潮，这对美元的打击是史无前例的。对于依赖发行债务和以美元作为世界贸易决算主要货币的美国来说，美元已经注定了必定失去霸主地位的未来。连美国期刊《国家利益》的专栏作家博尔格也表达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在引入反俄制裁后，这一进程加速了。美国发现对俄制裁越来越对自己不利，事实上，西方准备让卢布狂跌的承诺适得其反，油价上涨对卢布产生了相应的影响。结果呢，俄罗斯和中国现在可以控制黄金和石油的价格，这是划时代的。使用美元进行大宗贸易决算和在美投资，意味着很容易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更容易受到美国优先的霸权政策影响。最大的威胁是，一旦哪一天不服从美国的意志，或者世界发生重大战争，本国公司和公民的在美资产就会被冻结、赖账，甚至是扣押和没收。关于这一问题，最形象的比喻就是你自己的钱交给别人保管，肯定不安全。全世界仿佛突然意识到了这一重大风险，这是从美西方抢劫式制裁俄罗斯、扣押和没收俄罗斯资产的结果。于是，世界多国开始规避美元风险，开启使用货币互换的方式，尽量避开使用美元。这是俄乌战争对全世界最重大的贡献。现在，中国、俄罗斯、巴西以及中东若干国家已经开始在相互间的贸易中弃用美元，金砖国家也在开始研究新的全球贸易货币形式。这一切已经意味着美国已经难以像过去那样依靠美元结算体系捡全世界羊毛了。一个星期前，美国还在盲目自信，但美国财长耶伦终于开始抛弃了自信，转变口风，急切地向全世界宣传使用美元的好处。这说明美国终于认清了这一趋势，并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但为时晚矣。这一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世界正在加速美元的崩溃。博尔格的说法是这样的：通过对俄罗斯能源和黄金实施制裁，西方加速了自己的灭亡。美元储备体系的世界即将结束。这一点最直接的证明是美国硅谷银行的光速倒闭。随后至今，美国已经有超过200家银行陷入倒闭危机。根本原因其实并非美国媒体说的那样，而是美元被大比例弃用的结果。人们熟知的世界首富马斯克也这样痛批美国的政策过于苛刻，这使得各国想要放弃美元。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美元就会马上崩溃，但实际趋势就是美元霸权正在崩溃。美国万万想不到，本以为挑起俄乌战争、延续俄乌战争，最终把欧洲国家拖下水，升级为欧洲大战乃至世界大战，打垮俄罗斯，并重创与美元比肩的欧元。但万万想不到，美国对俄罗斯的抢劫式制裁，结果反而是引发了全球弃用美元大潮。现在看来，俄乌战争的最大贡献应该是让美国自己重伤了美元霸权。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